好，这部影片我就不谈纸了，因为这是一部蛮哀伤的影片。通常我的影片我习惯都是整个开箱的过程，然后把结论放在片尾。但是这是一部新的影片，我片头就要直接跟你讲说，我不是很推荐 S20 Ultra。如果真的要选的话，我更推荐你选 S20 Plus 或者是 S20 就好了。然后至于为什么呢？那就让我来分享一下我使用了这一周的心得。那这部影片就会包含了拍照的体验、手感、萤幕、续航力、指纹辨识、充电速度和其他我想提的一些小地方。那首先来讲一下为什么会买这个 S20 Ultra， 最主要原因有2个。那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拍照能力。那这个 S20 Ultra 会比 S20 和 S20 Plus 好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它有这个100倍的长焦镜头，然后第二个就是它里面的感光元件的大小跟 S20 Plus 完全是不同层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一次会牺牲手感选这支比较大的手机的原因。但是成也感光元件，败也感光元件。我现在要讲这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对焦的问题。他们这对焦问题来自于就是它的感光元件过大，以及它对焦太烂的缘故。它为了这个1亿像素的相机，它舍去了这个 Super Speed Dual Pixel AF 的对焦能力，所以说它的对焦速度是极慢的。跟 S8 开始之后的比 ，S8 到 S20 Plus 来比的话，这个真的超慢。那即便这个对焦功能在这几次的更新有了一些改进之后，我觉得整体而言还是太慢了。这真的是太让人没办法接受，而且很讽刺。因为我那时候从 iPhone 调到 S8， 有一部分就是为了 S8 对焦速度，然后没想到在 S20 Ultra 4万多的手机这边搞砸啦，爆了，然后接着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它感光元件是新的，然后这个 S20 Ultra 跟 S20 用的完全是不同组的，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调教好，导致说它会有一个叫汇差的这个东西。这名词也是我看了一个 YouTube 叫周子玉，不是周子瑜，就是周子玉花生说的影片我才懂的。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它硬体的限制和软体没有调教好，导致你说在用这种感光元件的时候，你照片的边缘的劣化会特别的严重。我直接给大家看样张好，这样大家可能比较好理解。这张照片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像是一张很锐利的照片。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大，中间这个 H 你看没有什么问题齁，但是往上拉到像这个7有没有？我们看到这个7这个上面这一端，这个感觉很像毛边这东西，它这个不是因为键盘在发光的关系，它是因为它这个汇差的关系，导致说它这个边角会有毛边的情况。那这个问题你在那个拍一些字啊、拍一些书本都会特别明显。这个汇差就是会让你觉得，即便你好像已经对到了，但是你的照片的上端其实是不太能用的，字是看不清楚的，会有点毛边的感觉。所以汇差再加上它对焦很慢和对不准这个问题，导致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有时候拍一些近照，你会觉得，我靠，我这个是对到了没啊？还是我拍完之后才发现，靠，根本就没有对到，你知道吗？这对于一个很着重相机功能、这主打相机很强的这个4万多块的手机是很伤的。然后再来就是它除了对焦以外，它还有一大堆问题是他们软体都还没有搞定。因为它硬体照来讲，在我买的时候是很兴奋，听到的时候很强的，但是在真的看到样张和实际去用的时候是很失望。就是它这个长焦镜头的部分，它这长焦镜头啊，因为它是只有在4倍以上的时候才会启用这长焦镜头，在1到4倍它都是用它这1亿像素的镜头去裁切。但是这个做法其实很不妥，因为在细致程度上你很明显就会感觉出差异。像是这张你可以看到说它这照片是4倍去照，跟这张是2倍去照。照来讲，2倍的照相成像应该要比4倍的好。然后我是刻意走到一样的位置，取到一样的景的大小，你就可以仔细看说它这个衬衫的部分，你可以看到2倍根本就没办法用啊。这2倍到底是三小？你看这2倍，2倍这个衬衫部分跟这个4倍这个衬衫的部分，你看这完全就是不同级别的，所以说会让人看得很失望。特别是我很常用2倍来拍食物，因为会有一些食物的热气，我会避开热气的话，我就用2倍去 zoom in。但是这样根本就不可能用2倍去拍，因为2倍是数位裁切，效果还比较差，所以不可能用2倍去达到它光学可以做到的效果。我觉得这就是很闷啊，很闷，我只能这样讲。
然后再来就是它一般相片的成像，我觉得它目前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目前的照片啊都会阴影有点过深的情况。举这张例子来讲好了，这张例子你这样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差，但是你其实仔细看就会发现这一块和这一块的阴影是很明显就是过暗的。正常来讲，这影子这边是不会拉到这么黑的，然后这树部的地方也是不会拉到这么黑的。你整张照片你就算不放大，你会看到它的阴影是过深的。然后再来就是我拍了基础样之后，我觉得它的色调的白平衡会有点偏蓝，不过这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啦。因为我现在拿不到三星的 S20 Plus 和 S20， 所以我没办法实际去测它的差别。但是我看了网上的样张，我真的觉得 S20 跟 S20 Ultra 的那个样张的差异度真的太小了。更何况 S20 又不会有对焦问题，我就觉得我靠，这 S20 Ultra 什么时候软体才会更新好？唉，总之而言，就是我给它的拍照体验是不及格啦，就单就这点对焦上，我就没办法给过。不过因为我已经买了，而且我是在体验馆买的，我已经在贼船上了，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去退，所以我就只能等它哪一次更新之后，它的相机的拍照功能会宇宙无敌大暴走，这样我那时候才会再拍一个完全是相机评测的，去讲说这台相机主打的效果是怎样。要不然真的很失望，因为其实这周它有更新，不过它的对焦还是没有修好。好了，然后接着就是手感。跟我之前在开箱影片讲一样，很大很重。我刚才拿到的时候真的很不习惯，除了我在开箱影片撞到那一次以外，有时在路边我也是不小心撞到，差点4万块就喷出去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配重和这大小拿久是可以习惯，然后再加上它这个是有单手模式，不论是你在打字的时候可以启动这个单手模式，这种单手模式，或者是你可以启动整个手机的单手模式。但这个手机的单手模式本来是这样往下启动，但这其实很憋，因为你单手这样其实超容易掉，然后直接就这样喷出去。所以后来是用 one hand operation 直接把它改成右边往下滑 hold 住，它会这样单手。所以单手模式我还是可以用啦，只是就是会有点打久会觉得速度有点慢，你就会想要用双手。然后至于这个皮革的保护壳，很多人问说为什么我上一部影片片尾不是用这个，是因为我那时候片长太长。这个其实很不错，它唯一缺点就是它会有这个印，你凹到或什么时候你会有这个印痕。这个手机是跷跷板效果是很严重，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后面是很凸，但是你如果套上这个壳之后，基本上就不会有跷跷板，然后背面也是平的。我个人蛮喜欢这个皮革的保护壳，蛮推荐。虽然说也是很贵啊，1000多，但是我觉得至少用起来体验是还不错的。上一部我觉得指纹辨识开箱的时候，我觉得有变好。那在这一周使用下来的话，我觉得是比 S10 再好个10到20%的准确度。但是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它的那软体有放软的关系，所以说导致它的那指纹辨识成功率有上升。然后还有一点我想讲，就是他们为了安全性，现在如果你是用脸部加指纹解锁的话，你4个小时没有用手机的下一次解锁，你一定会要用图形或数字锁。我觉得这真的很低能，就是变成你晚上睡觉，然后早上起来你的那一次解锁一定是不能用脸部或者是指纹，你一定要用数字或图形，不知道是 Android 的锅还是三星的锅，很麻烦啊。接下来讲一点它的好的，就是我觉得这一个手机做最好就是这一块萤幕了。这块萤幕做的真的是棒，毫无问题啊！这块萤幕真的是棒，它清晰明亮，又很滑又很顺，哇！然后刚开始用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爽。但是我必须讲一点，就是人是蛮贱的，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状况是一直在发生的。像这120赫兹的功能，虽然说刚刚开始用的时候很滑很顺，但你其实你用久之后，过太爽就不知道那个爽在哪，你知道吗？就会无感，就会习惯了。等到你真的会再被吓到和怀念它的时候，就是等到你突然切回去用60赫兹的手机的时候，你就想，哇靠，这手机是怎样？60赫兹的手机怎么这么卡？是坏了是不是？然后画面怎么那么不舒服？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说它很爽很爽，但是你要说它有什么用吗？好像也没有到真的非常的有用啦。然后再来就是它这萤幕啊，现在 S20 的系列都改成这种不是很曲面的萤幕了，它基本上不再走那种超级曲面的那种萤幕了，它曲面变小了，所以对于讨厌曲面的人，这是一个优点。然后个人来讲的话，我一开始在体验馆试样品机的时候，我是觉得它预设的那个保护贴这里啊，如果你没有套壳，你这样刮那个 one hand operation 的手势是很刮手，因为你会摸到那保护贴。不过它套上壳之后，这问题就刚好解决了，所以其实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讲一个好，就是我觉得它的电量，在我个人使用下来是非常足够的，我一天都非常安心，然后也不太会有担心说电量不够问题。那我使用萤幕亮度的时间大概就是5到7个小时左右啦。那你可能自己要斟酌一下你的使用量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如果你一天是使用到什么8到10个小时那种，那这可能手机的电量还是会不太够啦。不过这个续航力即使不够，我觉得你可以用它25瓦充电和45瓦充电去补。25瓦充电真的很快，然后第一次用
用的时候有被吓到。不过当我在测试25瓦跟45瓦充电速度的时候，没想到他们两个速度其实差不多的。那我实测了30% 到90% 的充电，那45瓦只花了34分钟就充了60%，25瓦是只花了36分钟，就两者只差2分钟。所以你要说45瓦听起来好像多很多，其实也没有。整体而言，我其实充起来跟25瓦的感觉是差不多。那为什么要升上 S20 Ultra？ 你用 S20 就25瓦了。然后因为这个手机的电池电量真的很大，它有5000毫安时，5000。所以如果你是用一般的无线充电的话，你会充很久，这个你可能要注意，或者是你的行动电源不够力啊，你要边玩手机边充，你有时候会发现电量其实充不太上去的。然后再讲一个好的，就是它用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遇到什么发热的问题的，只有在拍 8K 的影片的时候会稍微有点热，但剩下时间其实还好。最后想提一下是它这个喇叭表现，其实在网友留言之前我是没有发现，但是后来我真的实际去仔细的听了一下，因为它这喇叭，它这 S20 Ultra 喇叭，你看几乎都拍不太到，它做的非常的小，所以导致说它们听筒太小了，你在声音的表现的时候，在高音的情况下听起来会比 S10 再差一点。但这个也是你要两个在那边比对才会发现问题，就是你就会觉得有点闷啊，因为毕竟你花了更多钱，又是新的一代，那怎么会音场表现会再差一点？哎，好啦，总之我的结论就是，与其你选 S20 Ultra， 我更推荐你选 S20 Plus 或者是 S20， 因为你看他们两个 S Ultra 跟一般的差就是差在相机、充电速度、电量、前镜头的像素，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你看相机的部分，它对焦更烂，然后成像我现在觉得，除非你放很大，要不然你跟 S20 Plus 或者是 S20 比，你要么就放得很大，要不然就是你要有很极端的场景，要不然根本就无感。我问你，你拍照到底有谁会一直放大去比较的？通常就是一张照片看1200万画素一翻两瞪你就知道，但是你看脸书的照片，你会疯狂 zoom in， 就是应该是有人漏点你才会 zoom in， 要不然你会吗？然后充电的部分，你看25瓦，现在我测跟45瓦快一点点，但是25瓦的头你还要加钱去买，还不便宜，而且还不是你随便抓了一个什么笔电有支援65瓦就可以充45瓦，它这个充电要用他们家的头才可以启动它的超快速充电 2.0， 哇，超级老实。所以说真的有差，就差在500毫安时的电量和这前镜头的画素。在你买之前，我真的是很推荐你去实体商店用一下它的对焦功能和它的相机表现，让你好好的体验一下它相机对焦速度，你是不是可以接受啊？然后你觉得这4万多块花的是 O 不 OK 啊？但是就我目前使用1个礼拜的新的，我个人会更推荐你买的是 S20 Plus 和 S20。哎，啊，三星啊！真是有点难过，我目前自己砸的钱买的这个体验是不是很好啊？我真的很不喜欢拍这种影片，毕竟我这频道也算是铁粉三星啊，上面也都是大家每个影片都很期待看 Ultra 的心得。但因为我这一周使用下来，我真的觉得它的对焦真的是，你拍照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对到焦，那边有时候一只手它已经够大很难拿，你还要再拿一只手去这样按那荧幕去对焦，就会觉得哇靠，这4万多对不到焦三小。哎，希望它之后更新可以力挽狂澜啊！我也希望我下一步在拍这 S Ultra 的影片是在讲它的相机评测，说哇靠，它更新之后很爽，其他家手机好几条街啊，而不是现在这个 S20 Ultra 在比的对象是去年的 iPhone 11 Pro Max， 它应该是要很赢的因为硬体上感光元件是够的，值是够的，但是就是系统调教可能要再加油了。好啦，就这样，唉。